风月起怒，和天上怀日，寂寥世事千女中，世事千女中。因此生，应出之，怀瑾道玉的红楼梦。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儿好，再有呢，模样儿也还周正的就好了。老太太说的很是，但有一件，姑娘也要好。第一，她自己要学好才好，不然不良不幼的，反倒耽误了人家的女孩，岂不可惜吗？论起来，现放着你们做父母的，哪里用我去张心？但只我想宝玉这孩子，从小就跟着我，未免多疼他一点儿，耽误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。只是我看他那模样，长得也还算是齐整，心性儿也还实在，未必一定是那种没出息的，必致糟蹋了人家的女孩。也不知是我偏心，我看着横竖比环儿略好些，不知你们看着怎么样？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，既说她好，有造化的，想来也不会错的。只是儿子望她成人的心气儿太急了点儿，或者竟如古人的话相反，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。你这会子也有了几岁年纪了，又居着官儿，自然是越历练越老成。想他当年那年轻的时候，那一种古怪脾气，比宝玉还加1倍呢。只等娶了媳妇儿，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儿。如今只抱怨宝玉。这会子我看宝玉比他还略体些个人情呢。老太太又说起逗笑的事儿来了。你坐吧。哎，珠儿媳妇儿，你也坐吧。可是才姨太太提香菱，前儿我听见丫头们说秋菱，也不知是谁，问起来才知道就是她。怎么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呢？老太太，可别提了。自从庞儿娶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媳妇儿，成日家咕咕唧唧的，现如今这日子过得也不像个人家了。我说了他几次，他牛心不听说，我也没有多大精神，紧着跟他吵去，只好由他们去了。唉，可不是，他是嫌这丫头的名不好，改的。名儿？什么要紧的事儿？说起来，我也怪臊的。其实，老太太这儿什么事儿不知道啊？哪里是名不好啊？
听见说是宝丫头起的，他才有心要改。这又是什么缘故呢？老太太还不知道呢。如今这媳妇儿专跟宝丫头怄气。前儿老太太打发人去看我，我们家正闹呢。前儿，我听见姨太太肝气疼，要打发人去看你。后来听见说好了，就没着人去。依我呀，就劝姨太太，尽别把他们放在心上。再者，他们也是新过门的小夫妻，过些时自然就好了。我看宝丫头性格温厚和平，虽然年轻，比大人还强几倍。前日小丫头子回来说，我们这边还都赞叹了她一回子，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脾气儿，真是百里挑一的。不是我说句冒失话，那给人家做了媳妇儿，怎么叫公婆不疼她？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？不中用啊。她虽好，可到底是个女孩子家，养了盘儿这个让人不放心的东西，我真是操心啊。我就怕她在外头喝点子酒，再闹出点事儿来。幸亏太太这儿的大爷、二爷，天天的经常跟她在一块儿，我这儿还放点心。老太太、二奶奶，才平儿打发小丫头来回话，说乔姐身上不大好，让二奶奶忙完这些快过去才好呢。你快去，姨太太也不是外人。是，你先过去，我就去。哎，小孩子家活儿还不全呢，别叫丫头们大惊小怪的。哎，屋里的猫啊狗啊，也让他们留点神。哎，现在孩子们贵气，偏有这些琐碎。是啊，可是如今林姑娘的病怎样了？林丫头，那孩子倒罢了，只是心重些，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结实了。要赌林杏儿，也和宝丫头，不差什么。要赌宽厚待人里头，却不及她宝姐姐有担待，有敬让。自那日贾母提起给宝玉提亲之事，贾政王夫人便时时挂在心上。头里有人给老爷提了门亲事，说是一位张大老爷家的千金，德容功貌俱全，因没有儿子，要求一个富贵双全、人品出众的女婿做亲。因老爷对这张大老爷素未深悉，又听说他家与大嫂子家有亲，因此含糊着，让我来回老太太，并问问大嫂子。张家虽系老亲，但近年来久已不通音信，也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么样的。倒是前日孙亲家太太打发老婆子来问安，却说起张家的事，说他家有个姑娘，托孙亲家那边有对劲的提一提。听见说，只这一个女孩十分娇养，也识得几个字，见不得大阵仗，常在房中不出来的。张大老爷又说，
只有这一个女孩，不肯嫁出来，怕人家公婆严，姑娘受不得委屈，必要女婿过门坠在她家，给她料理些家事。这断使不得。我们宝玉，别人服侍他还不够，到给人家当家去。你回来告诉你姥爷，就说我的话，这张家的亲事是做不得的。正是老太太这个话。哎，昨儿你们去看乔姐儿怎么样了？头里平儿来回我说很不大好啊，我也要过去看看呢。老太太虽疼她，可她哪里担得住啊？却也不只为她，我也要走动走动，活活筋骨啊。到底怎么样？大夫说，一半是内热，一半是惊风，需先用一剂发散风痰药，还要用四神散才好。因这病势来得不轻，如今这牛黄都是假的，需找真牛黄方用得。家里人参常有，只是这牛黄倒怕未必有。外头买去，只是要真的才好呢。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，她家潘儿是想与那些稀客门做买卖，或者有真的，也未可知。我叫人去问问。老爷打发人来问姐儿怎么样，替我回老爷，就说请过大夫了。一会子吃了药，看看情形，再过去回老爷。你该就去告诉你姥爷，省得人家去说了，回来又驳回。是。你去回来，老爷，就说乔姐这会儿没事儿。你们和张家如今为什么不走了？论起那张家行事，也难和咱们做亲，太色可，蓦地玷辱了宝玉。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和太太们的面说句大胆的话，现放着天配良缘，何用别处找去？天配良缘，一个宝玉，一个金锁，老太太怎么会忘了呢？昨儿你姑妈在这里，你为什么不提呀？哎呦，有老祖宗和太太们在前头，哪里有我们小孩子家说话的地方？况且姑妈来瞧老祖宗，怎么提这个？这还得太太们去提亲才是。可是我背回了。正说话间，众姊妹都来瞧来了。坐了一会儿，也都跟着贾母等去了。王夫人送了牛黄来，凤姐接过来，便叫平儿配齐了珍珠、冰片、朱砂，快熬起来，自己用等子按方称了，掺在里面。等乔姐儿醒了，好给她吃。收起来吧，仔细着点。是。快把药在炉子上煎了，煎好了好赶着给姐儿喝。可仔细看着，如今寻这点子牛黄来，多不容易。凤姐姐，凤姐姐，哟，你来做什么呀？你们家乔姐怎么样了？我妈让我过来看看。好些了，回去告诉你娘，别叫她想着。哎，别动啊！哎，都说你们家有牛黄，
牛黄长什么样啊？哎，是那边呢？别动，别动！哎，你就别闹了，今儿才好些。牛黄都煎上了。哎，姐姐，好姐姐，你把这盖打开让我看看呗。哎呦，三爷就给我们省些事儿吧。没看见刚才奶奶怎么嘱咐我的？看一下有什么要紧的，这个放贼似的。哪个是牛黄？哎呦，三爷你别动啊！我看看哪个是牛黄，这是牛。我才怎么嘱咐的？怎么就当耳边风？如今我说的话也不作数了。三爷非要抢着看，我要是拦着也拦不住。站住！我就打量你们娘儿们没安好心。从前你妈要想害我，如今又来害妞，这心操的也太苦了。我和你们几辈子的仇呢？平儿，叫个人来，亲自带了她去给她娘，告诉她，难为她惦记。我们妞儿死不了，且长命百岁的活着。她有心叫她惦记一辈子去，哪怕惦记到棺材里去呢。哎，非叫我去，可不是找了个没脸来。你这个下作种子，你为什么弄洒了人家的药啊？啊，招得人家咒骂。我原叫你去问一声，啊，不用进去，你偏要进去，要不就走。你看我回来了没？大娘的！我不过是能打，我不过是能打的药吊子，传了点药，那丫头又没死，也知道他那样骂我，他骂我，你也骂我，赖我心坏，把我自己糟蹋。等我明儿个还有那小丫头的命呢，看你们怎么着，只让你们地方就是了。你作死呢！你还到老虎头上去做狮子啊？你只管信口胡琴，倒叫别人先要了我的命。看吧，我倒是看看谁熬得住。时逢北静王生日，贾赦同贾政带了贾珍、贾琏、宝玉去与北静王拜寿回来，便有林之孝来报：今天巡抚吴大人来拜，奴才回了去了。奴才还听说，现今工部出了一个郎中的缺，外边人和部里都吵嚷着是老爷你挣的。看吧。北静王跟我说，巡抚吴大人必见时，说起老爷点学正时秉公办事，在万岁面前十分保举。他还说，觉着我那块玉有趣儿，找人仿着做了一块，恰好我去，他就给了我了。把它收起去吧，别丢了。你那块玉好生带着吧，别闹混了。混不了，比起来两块玉差远着呢。哎，我正要告诉老太太，前儿晚上我睡的时候，把玉摘下来放在帐子里，它竟放起光来了，满帐子都红的。又胡说了，帐子的檐子是红的，火光照着，自然红是有的。不是，那时候灯已经灭了，屋里都漆黑的了，还看得见它呢。哎呦，这是喜信要发动了。啊？什么喜信？你不懂的。今儿个闹了一天，你去歇歇去吧，别在这里说呆话。真格的，
你们去看姨太太，说起这事儿没有啊？本来我们就要去看的，因凤丫头为乔姐病着，耽搁了2天，今日才去的。这事我们都告诉了，姨妈倒也十分愿意，只说堂儿这时候不在家，如今她父亲没了，只得和她商量商量再办。这也是情理的话。既这么样，大家先别提起，等姨太太那边商量定了再说。是。不说贾母处谈论亲事，且说宝玉回到自己房中，把凤姐的话告诉了袭人。怎么啦？老太太与凤姐姐方才说话含含糊糊的，究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哎，什么事喜鹊发动了？这个我也猜不着，只是刚才说话的时候，林姑娘在不在跟前？林姑娘才病起来，这些事何曾到老太太那边去呢？睡吧。袭人听了，明知是给宝玉提亲的事，自己心上也是头一件关切的事。夜间躺着想了个主意，不如去见见紫鹃，看她有什么动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袭人姐姐来了，姑娘呢？刚梳洗完，正等着温药呢。姑娘怨不得劳神，起来就念书。我们二爷念书，若能像姑娘这样，岂不好了呢？原来袭人来时要探探口气，坐了一会，无处入话，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，探不成消息，再惹着了她，倒是不好，搭讪着辞了出来。贾政生了郎中，又恰逢是黛玉的生日，王子成和亲戚家送过一班新出的小戏给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贺喜。老千，看得懂吧？他们怎么还不来呀？快点，就等你了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！一会儿，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，都簇拥着林黛玉来了。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，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。多怎敢！今日你做了吧？我专门给你留的上座。老祖宗让你坐，你就坐嘛。是呀，坐吧，坐吧。怎么，林姑娘今日有什么喜事吗？是她的生日。哎，我倒给忘了。回来叫宝琴过来拜姐姐的寿。林姐姐，不敢不敢。秦妹妹，快请坐吧。这是新打的蕊珠记里的名声。小旦扮的是嫦娥，前因坠落人寰，几乎给人违配。幸亏观音点化，
他就为嫁而逝。此时声隐乐宫，不听见曲里头唱的“人间只道风情好，哪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”，几乎不把广寒宫忘却了。宝姐姐可好？为什么不过来？她原该来的，只因无人看家，所以不来。姨妈那里又添了大嫂子，怎么又用起宝姐姐来了？必定她是怕人多热闹，懒得来吧？我倒怪想她的。难得你惦记她，她呀也常想你们姊妹们。过一天我叫她过来，大家叙一叙啊。太太怎么走了？老爷，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周贵妃轰了，这事是不是停了？哎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止住，止住，止住！宫里传出话来，周贵妃轰了。谁知薛蟠自从家里闹得特厉害，无心在家，所以到南边治祸去。真打死人了！不到几个月时间，就招惹了人命官司。这时候我看着也是吓得慌手慌脚的了。大爷，明儿有个好歹不能回来时，你们各自干你们的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受罪。我也不活。妈妈，还不如我跑到那儿去见他一面，我跟他死在一处就得了。我的儿啊，妈妈，我的儿啊！那你快去办吧。那我去了。大哥人命是误伤，不是故杀。今早用科出名，补了一张呈旨进去，尚未批出。大哥前头口供甚是不好，待此旨批准后再录一套，能够翻供的好，便可得生了。哥哥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莫叫嚷，切莫叫嚷，此处不宜叫嚷。找人了吗？我们正在想办法，但是此事不大好办呢。我不怕花钱，我不怕花钱！哥哥，小声点！我再说的钱我就不怕！先冷静，先冷静。我们正在从长商议，你先安定下来，安心在这待着。母亲呢？母亲安好。妹妹呢？都好，都很挂记你。快向当铺内再取银500两来使用，千万莫迟，并请太太放心。于是问小厮：是，
大爷说，自从家里闹得特厉害，大爷也没什么心肠了，所以呢要到南边治祸去。这是想约一个人同行，这人就在咱们城南200多里住，大爷找他去了。遇见在先和大爷好的那个蒋玉菡，带着些小戏子进城，大爷同他在一个铺子吃饭喝酒。因为这当曹的净着眼瞟蒋玉菡，所以呀，大爷就有了气了。后来那个叫蒋玉菡的走了，第2天，盘儿又在那一处请人喝酒。酒后又想起了头1天的事来，他就叫当曹的换酒。当曹的来迟了，他就骂了他2句，可是那个人不依。盘儿拿起酒碗，就朝那个人打了一下。谁知道那个人也是个泼皮，他就把头伸过来叫盘儿打。盘儿气盛，拿起酒碗就朝他的脑袋砸了一下，他就浑身冒血，躺在了地上，头里还骂，可后头他就不言语了。姑妈别急，咱们一块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别太伤心了。此刻，薛姨妈又与王夫人说明缘故，恳求贾政。贾政只肯托人与知县说情，不肯提及银物。薛姨妈恐不中用，求凤姐与贾琏说了，花上几千银子，才把知县买通。终定了误伤，将来师亲那里再花些银子，一准赎罪，便没事了。薛科在外打听明白，心内喜欢，便差人回家送信。妹妹近日越发上进了，怎么看起天书来了？我何尝真会呢？前日身上略觉舒服，在大书架前翻书，看有一套琴谱，甚有雅趣，上头讲的琴理甚通，手法说的也明白。这真是古人静心养性的功夫。我在扬州啊，也听得讲究过，也曾学过。这书上说，诗况古琴，能来风雷龙凤。孔圣人上学琴于诗乡，一操便知其为文王。高山流水，得遇知音。好妹妹，你才说的实在有趣儿，只是这上头字我一个也不认得，你教教我吧。这个呀，不用教的，一说便知道。我是个糊涂人，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，中间一个五字的。哦，这个大字九字呢，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，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勾五弦。这个呀，不是一个字，乃是一声，是极容易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吟、柔、绰、注，还有撞走飞推等法，是讲究手法的。好妹妹，你既明白情理，我们何不学起来呢？亲者近也，古人治下，原以治身。涵养性情，抑其淫荡，去其奢侈。若要抚琴，必则静室高斋，或在层楼的上头，或在临石的里面，或在山巅上，或在水崖上。如果遇着天地清和的时候，风清月朗，焚香静坐，心不外想，气血和平，这样
才能与神合灵，与道合妙。所以古人云：知音难遇。若没有知音，那宁可对着那清风明月、苍松怪石、野原老鹤抚弄一番，以寄兴趣，方不负了这情。二爷今日这样高兴？没有啊，听见妹妹讲的实在是叫人顿开茅塞，所以越听越爱听了。不是这个高兴，说的是二爷到我们这里来的话。我最近一直在上学，所以感觉就疏远了些。姑娘身上才好些，二爷既这么说，做作也该让姑娘歇歇了，别净讲究劳了神。可不是吗？我只顾爱听，也就忘了妹妹劳神了。说这些倒也开心，也没有什么劳神的，只怕我只管说，你只管不懂呢。横竖慢慢的就自然明白了。妹妹来了，哎，给姑娘请安了。太太那边有人送了4盆兰花来，因里面有事没有空玩它，叫给二爷1盆，林姑娘1盆。黛玉看时，却有几枝双朵的，心中忽然一动，也不知是喜是悲，便呆呆地呆看。妹妹有了兰花，便可以做倚兰操了。黛玉听了，心里反不舒服，想到草木当春，花鲜叶茂，想我年纪尚小，便想三秋蒲柳，若是果能随愿，或者渐渐的好来，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，怎经得风吹雨送？想到那里，不禁又滴下泪来。宝姑娘家来人了。给姑娘请安了，宝姑娘有封信给您。妹生辰不偶，家运多艰，姊妹伶仃，宣亲衰迈。夜深展册，愁绪何堪。回忆海棠结社，叙属清秋，对菊池鏊，同盟欢洽。犹记孤标傲世皆水饮，一样花开未抵池之句。未尝不叹冷洁遗芳，如无两人也。感怀处绪，聊赋4章，匪曰无故呻吟，亦长歌当哭之意耳。宝姐姐不惧于别人，但寄予我，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。姑娘怎么又咳起来了？倒是不打紧的，只是天冷了。对了，我前日叫你们把那些小毛衣服晾晾，可曾晾过没有？都晾过了。那你拿一件来，我披披。哎。
黛玉伸手拿起打开看时，里头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带，并宝玉通灵玉上的穗子。原来晾衣服时从箱中捡出，紫鹃恐怕遗失了，遂夹在这毡包里的。又看到宝玉病时送来的旧手帕，自己题的诗，上面泪痕犹在。这黛玉不看则已，看了时也不说穿哪一件衣服，手里只拿着那2方手帕，呆呆地看那旧诗。看了一回，不觉得簌簌泪下。姑娘还看这些做什么？这都是那几年宝二爷和姑娘一时好了，一时恼了，闹出来的笑话。要像如今这样私台私进的，哪里会白糟蹋了这些东西呢？雪雁还在那里站着呢，姑娘披上一件吧。雪雁，你去把我箱中的短琴拿来。去吧。姑娘，把衣服披上吧。这正是失意人逢失意事，新题痕间旧题痕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结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定。
贵也真侥幸，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。